大家好，我是小懒。就在4月初啊，一个由8位勇士组成的印度商务代表团，在咱们中国这个地界啊溜达了整整一圈。各位，你得知道啊，这可是5年来的头一遭啊。自从2022年三哥在边境上被咱们修理了一顿之后，这还是印度商界啊第一次敢大摇大摆的组团跑来中国。这8个哥们儿啊，花了1周的时间跑了上海、浙江，又去了江苏。看的呢都是现在的顶流货色啊，什么电动汽车啊、超充桩，还有固态电池，还有咱们那些储能系统。等这帮人回到了印度，终于说出了大实话。他们说，最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中国工厂里那种科幻级别的自动化程序，还有那种密不透风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各位，你听这个话，听着是不是挺受用啊？是不是觉得三哥这回终于低下那颗傲慢的头颅，开始承认咱们牛掰了？如果你真这么想啊，那我得提醒你，在三哥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佩服这2个字儿，只有怎么能把这个宝贝摸到手。中国人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讲究的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但是印度人做生意啊，那主打的就是一个空手套白狼。咱们先盘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啊，就是这个印度他到底想不想搞电动车啊？哎呦喂，那可是想疯了呀，做梦都在流哈喇子。你瞧瞧现在这个印度啊，这个环境啊已经恶劣成什么样子了。首都新德里一到冬天啊，那个雾霾浓的都能当化学武器用了，这牛走在街上都得戴个防毒面具啊。人口又多，能源转型压力巨大，这莫里老乡呢天天在台上喊着要搞印度制造，要弯道超车。电动车这个大风口它能不眼红吗？可是问题是他搞得出来吗？搞个摩托车叠罗汉，哎呦喂，三哥确实世界第一哦。但是造一台现代化满身都是传感器的智能电动汽车，那简直是让张飞去绣花干瞪眼。电池、电机、电控这3电系统，你有一个吗？高压快充算法、自动驾驶芯片，你听说过吗？放眼全宇宙，这方面技术最成熟、供应链最无敌的国家只有中国，没有之一哦。所以这帮印度代表团必须得来，他们不来，老乡那个什么电动大国的 PPT 就没法彻底下笔了。但是重点来了，他来求你，不代表他想跟你好好做生意。那印度这些年是怎么对待咱们中国企业的？我们已经聊的太多了说多了都是泪啊。这国内的企业家们早就看透了，去印度投资那就是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那你再看看这次带队的机构叫什么？印度 PhD 工商会，听着还挺唬人的，是不是？你再仔细一看这个成员名单，好家伙，6家初始公司呀。那啥叫初始公司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印度阿三凑在车库里搞了个 PPT， 这兜里比脸都干净。跑来跟咱们2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洽谈，不就是想白嫖咱们的技术和供应链吗？今日印度在新闻里酸溜溜的说，合作嘛是可以搞一搞的，但是咱们必须高度警惕过度依赖中国，必须保护咱们大印度的本土制造。大白话不就是说你们中国人的核心技术赶紧麻溜的交出来，但是印度的市场你们一根毛都别想碰。你听听，这叫人话吗？我就纳闷了这恒河水到底有多有营养能把他们的脸皮浇灌的这么厚？如果你觉得在这个电动车上那三哥只是打嘴炮那咱们就看看这2天发生的真金白银的糟心事就在4月8号，印度国家的公路管理局突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蹦起来发了一张废纸一样的调令，从现在开始，印度全国1150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全面彻底绝对禁止采购中国生产的监控摄像头，理由还是那个陈芝麻烂谷子的借口，什么数据安全隐患。我就奇了怪了，合着在三哥眼里，这中国的摄像头不是拍车牌的，而在偷听老乡吃咖喱的声音。然后这帮人呢转过头屁颠屁颠去买美国德国还有台湾省那些2道贩子的货。更有甚者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印度那个什么质量认证中心现在正拿着高倍显微镜在政府大楼里拆咱们设备呢。只要这个里面含有一颗中国产的核心零件，
哪怕是一个螺丝钉统统不给认证，直接拉黑。这就是咱们要聊的三个是过招。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海康威视、大华这些全球安防巨头硬生被一道铁门给挡在了印度市场门外。各位你得知道就在这几年，这印度的安防市场那可是咱们中国企业一砖一瓦垒起来的。那个时候海康和大华凭着抗造的质量、变态的性价比，一波冲锋，直接拿下了印度市场1/3的江山。一开始咱们是发个集装箱过去，那后来三个就说我们要搞印度制造，你们得来这建厂。咱们中企业厂量觉得大国呢得有大国的气度，对吧？真金白银砸进去，厂子也建起来了，连当地内线连扳手拿不稳的阿三咱们都给培训成了熟练工当时莫迪老乡那张脸笑得跟朵花似的各种优惠政策一路绿灯结果呢，咱们中企把这个生产线盖好了，技术工带出来了，销售渠道也铺全了。莫迪政府的脸说变就变，比翻书还快10倍。他们先是玩阴的，拒绝给中国的新产品发认证，让咱们的产品上不了架。紧接着呢，最魔幻的一幕出现了就在这个中国产品被迫下架的真空期那几家印度本土的亲儿子企业跟坐了火箭一样疯狂的抢占市场，份额从20%几瞬间跳到了50%看明白了吗？这就是典型的技术置换加行政清场。他们用中企的工厂、中企的人才、中企的技术养肥了自己家的产业链等咱们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扣上一顶什么安全风险的帽子，直接收网杀猪。可是三个是千算万算，他们的脑回路存在一个致命的死穴这帮人总觉得造这个高科技产品就跟他们做这个咖喱糊糊一样，只要把这个调料往锅里扔，使劲搅和搅和就能吃了。他们以为抢了几张图纸，霸占几条生产线就等于掌握了核心技术，这是笑掉大牙真正的技术门槛是你们靠不要脸就能跨过去的吗？咱们拿这次被禁的高速无感收费摄像头来说在三哥眼里这玩意儿它不就是一个塑料壳子加几片玻璃吗？对不对？各位，这里面的水可深着呢。要在高速公路上搞精准抓拍，你得在汽车100多公里时速掠过的瞬间搞定光影，搞定震动，搞定雨雾，那个图像传感器的灵敏度还有那个 AI 芯片的算力分配，那是咱们几代工程师在那边熬秃了头才摸出来的算法。你印度去买美国货、德国货，且不说那帮洋大人现在早就不屑于自己造这种苦哈哈的硬件了。你去扒开那些欧美摄像头的壳子看看，里面的核心元器件、感光模组，一大半还得从咱们中国采购，甚至还有很多干脆就卖咱们的现成方案贴个洋牌子，高价卖给三哥。这印度人不就是纯纯的冤大头吗？为了自己那点虚伪的政治正确，买单的可是印度自个儿老百姓据这个行内人估算印度这边强行踢走海康和大华，只买所谓的非中国血统产品，导致他们整个监控摄像头的原材料成本最起码暴涨了15%到20%呀！更惨的还在后面硬件多花钱也就罢了是吧？软件算法才是真正的灾难。中国卖的是铁疙瘩吗？不，咱们卖的是一整套降维打击级别的解决方案。咱们的算法是被国内几千万辆、上亿辆车在这个风雨里喂出来的管你是掉漆的牌照还是被泥糊住的，一眼过去精准识别。你再看印度老仙儿强行把市场塞给自己家亲儿子，等他那个破烂系统一上线，你们想想那个画面满载着咖喱的卡车，挂着6、7个人的摩托车，甚至路中间还溜达着神牛。就三根的智障级别的算法识别率只要差个3、5个点每天呢就得有成千上万辆车被凑合扣费。到时候全印度的高速公路上全是下车干架的司机，投诉电话能把这个客服给打穿这就是强行排斥中国先进技术的现世报。你省了面子却丢了里子，最后运营成本能把你的财政给拖垮。其实吧，印度对中国摄像头搞的所谓数据担忧本质上就是莫迪政府自导自演的一部烂片他们这帮政客总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觉得自己呢是世界导师，同时又患有严重的迫害妄想症。
但凡跟中国沾点边啊，哪怕你卖个不粘锅给他，他都能觉得这个锅会偷偷录音。这种心态啊，其实折射出的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极度自卑和无奈。他们折腾了这么多年的工业化，回头一瞧，哎呀妈呀，怎么还是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啊？不管是搞5G 还是搞太阳能，甚至造个马桶，只要想追求性价比和质量，最后呢，都得回过头来找中国。那既然技术上拼不过你，那我就只能跟你拼下限了，用流氓手段搞行政霸凌，成了印度保护本土劣质企业的唯一遮羞布。那我得问一句啊，就是这种靠关门杀猪喂出来的企业，它能有国际竞争力吗？能带你走向大国复兴吗？聊到最后啊，我得给咱们这家的车企大佬们提个醒，看到这波印度考察团了吗？他们回去说震撼，那可不是在夸你啊，那是在踩盘子呢。特斯拉的马斯克多牛掰一个人啊，在印度谈了几年，最后呢被那种无底线的政策随时变脸的承诺给折腾了，直接爆粗口一甩手不玩了。连世界首富都扛不住的外企坟场，咱们的企业就那么有自信能全身而退？印度的签证限制取消了吗？投资审批放开了吗？法治环境透明吗？全都没有啊！这3个老毛病这辈子估计是改不了了。那随着咱们的技术越来越走向底层核心，3个的吃相只会越来越难看。咱们中国企业一定要挺直腰板，你想白嫖技术没门儿，你想关门杀猪，咱们就不进那个门儿。